怎么看一个人适不适合跟你结婚啊？我跟你说一个很有用的方法，一定要跟他出去旅个游。这旅游啊，你就可以面对很多的问题，鸡毛蒜皮、鸡零狗碎那些事儿啊，你就要看两个人之间是怎么处理矛盾。那处理问题这个方式，处理好了你俩能谈啊，处理不好趁早得分。这旅游是绝对能够考验你们这段关系的。这两天比较忙啊，没怎么录视频，我让一对相亲男女给整的头嗡嗡的。两个人是今年3月份认识的，谈了大半年，9月份刚订的婚。平常这两个人呢，就白天上上班啊，晚上聊聊天，周末就约会，条件都比较匹配。年龄呢27、8岁啊，在事业单位上班的，就以这种状态相处下去。这相处的过程当中一直挺好啊。我那猪头都开始盘算着过年得回家炖了的时候，这2天啊，两个人出去旅了个游啊，11假期嘛。这旅游出去一趟待了4天，回来就要闹退婚呐。哎呀，那是怎么也拦不住啊。我就长话短说，先是订酒店这事儿，因为是订有窗户的还是没窗户的房间啊，都能干一仗啊。酒店有窗户的贵啊，270；没窗户的便宜啊，230。这女孩子倒想住有窗户的，男孩子不想啊，觉得睡一觉没窗户也没事嘛，反正一早就要走了。就这么个原本让一让就过了的事儿，上升到这女方就觉得男方太抠，男方就觉得这女方太矫情了吧，都走到这一步了，俩人在酒店前台吵起来了。你说你丢不丢人呢？最后人男方妥协，住了有窗户的。第2天吃饭啊，这女方可能做了个攻略啊，查了一下这网红小吃嘛，哪里好吃。结果这去了之后啊，俩人一尝，压根就不好吃啊。男孩子就有点恼怒啊，因为打车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就有点抱怨，说早就说了这网上那些不靠谱啊。这句话给女孩子给整不开心了啊，直接翻脸，哪也不去了，就要在酒店里躺着。好了啊，两个人又干一仗，男孩子又开始哄啊，还没等哄利索，又因为男方这出去玩啊不会拍照片，影响了女方的一天的心情，那脸拉的比驴脸都长啊。接着呢，第2天这女方想去 A 景区，觉得那里中午拍照好看呀，男方觉得 B 景区近，这样省时间还能省打车费啊。最后呢，还是男方妥协去了 A 景区，结果那里人山人海，男方心情瞬间不好了。你看，应该就先听我的吧，去另一个景区。这姑娘一听啊，你这是在指责我呀，一屁股坐马路牙子上去了，上来就哭啊，说什么也不走了，又哄了半天又好了呀。哎呀，这景区逛完了，女方就想在景区里吃个饭呀，男方是觉得景区里饭贵，想出去吃。两个人又因为这个事情开始吵，一个不愿意包容，一个不想妥协，一个谈感情，一个只讲理啊。反正我听着呀，都是一些鸡毛狗碎的事情，反正吵的你听的脑袋瓜子你都嗡嗡的。我猪头呢，反正也不差这一个，但是你人不能选错的，人错了真的能毁你半辈子。你看，还有一对相亲男女，人家也出去旅游了，两个人去的北京，长城密密麻麻全是人，两个人乐在其中啊，情绪稳定，人多那也是个风景。男孩就牵着女孩的手啊，别走散了，有说有笑的，从来不抱怨，长城不重要，身边有你就行了。出门吃饭呢，好吃的各种夸，不好吃的俩人也不吵，大不了再换一家嘛。订的酒店位置啊偏了，便宜啊，俩人就一起啊开开心心坐地铁去，还很开心的觉得哎呀省下钱了，可以去更多的好地方玩了。住的贵了，两个人就互相呀就安慰着，哎呀花这一回嘛，回去好好挣钱。两个人就这么互相陪伴，出门互相照顾，他怎么舒服怎么来啊。你看人家这种相处模式，情绪稳定，互相体谅，这种不结婚你都后悔。一场旅游绝对是能够暴露出你们平常在舒适区里没有的矛盾和差异的，可以看到两个人的三观合不合适，人品怎样。你就记住一个，能跟你结婚的人他可以千万，但是能跟你把婚姻过好的那个人，他一定具备化解矛盾的能力，而不是挑起矛盾挑起事端，不会解决的。人活着不容易，不要让自己太累嘛。你想想，婚后每天除了工作，回到家你还要解决一堆鸡零狗碎的事情，你累不累啊？在一起不合适就及时止损，分手未必是件坏事。婚姻长达几十年啊，考验你们适不适合结婚呀，不是共享乐，看你们好的时候有多好，哎，腻歪的时候有多腻歪，而是共患难，看两个人如何处理矛盾，彼此之间啊是否不互相抱怨，是否能够情绪稳定，是否还能够彼此同舟共济，懂了没宝？散会。我跟你们讲，这2天我真要气死了。有一对相亲男女找我理论啊，两个人上周末出去玩了3天，的回来就闹分手啊，各执一词啊。那理由听着你都跟着上老火了。男士是28岁，在私企做内勤的，这工资不算高啊，相亲不太容易。上个月就相了一个姑娘啊，这26岁会计，两个人认识有1个多月就谈了恋爱嘛。这半个月前，这女方就辞职了，觉得压力太大了啊，想出去旅游散散心，再回来找工作。哎，这男士一听就有些为难啊！你想想，裤兜啊，他没钱呀，比脸都干净啊，1个月几千块钱，还了贷款没多少钱了，一出门不得花个几千上万的。哎呀，转念一想着呀，这俩人都处对象了，这不答应啊，这面子上又挂不住啊。于是啊，他又答应了。这姑娘心里是满是欢喜啊，想着阳光沙滩大别墅啊。上个周啊，这男士就通知了，这姑娘行程已经安排好了，为期3天去北京玩啊。
哎呀，周五一早就飞走，周天晚上回来。这姑娘听着是贼开心啊。按照计划呢，两个人周五一早就到了北京。哎，导游接到了，一片银发的大爷大妈们啊，这才知道男士报了个夕阳红的团，3天北京游啊，一人还不到500块钱，满车都是大爷大妈。这姑娘就不爽啊，我要的旅游是飞机、游艇、法拉利，你倒好给我整个大巴大爷和大妈。这男士一看啊，就开始哄着姑娘坐下来，和谁在一起旅游没关系，我们是出来看风景的啊。好了，最后呢，两人算是和解了，认了，钱也花了，去玩嘛。第一站到了长城哈，那到山脚下之后啊，这姑娘抬头一看啊，那长城老高了，你眼望不到头啊。导游呢就推荐坐缆车，很方便，能够坐到半山腰。这姑娘呀，哎就要去坐，男人就劝她，长城爬了才有意义，不到长城非好汉嘛啊。坐那车俩人得花300块钱，一会儿到了他就没意义了。结果这满车的人都报了缆车啊，这姑娘就意见特别大。这男生就解释啊，这腿脚不好的人才坐，咱俩年轻人啊不用。就这样呢，两人到了长城啊，愣是爬到半山腰啊，累的是半死不拉活的。这事儿还没过啊，晚上安排的酒店是标准间，这两人为了避嫌呀，就各自和大爷大妈们合住。哎呀，这给这姑娘气的啊，嫌大妈打呼噜受不了，要花钱订大床房。男士就给劝住了呀，这都凌晨1点了，再坚持一下就天亮了嘛，半夜开个房这也太不划算了。好了，就这么过了一夜啊。第二天呢，两人就去看这个天安门之类的自由行嘛，行程比较顺，但是啊，人家夕阳红的团他不管午饭的，给安排到附近比较有名的小吃街上去了。姑娘一听啊，来了北京我不得吃北京烤鸭呀，嚷嚷就要去全聚德。好嘛，一问一只鸭子好几百，比团费都高啊。男人就说呀，这金一条店不行啊，不去了，换个其他的。人家姑娘可不愿意啊，两人在路边这么吵啊。男士就说呀，自己的消费能力还没达那一步。这姑娘就说啊，这难得出来一次呀，你回家可以省着，出来玩了该花还是要花的。好了，两人反正是各执一词，最后男士妥协，说带着姑娘去吃点北京特色，结果吃了2碗老北京炸酱面，花了60块钱，差点没给这姑娘气炸了呀。哎呀，好在晚上这男士答应这姑娘吃老北京火锅呀，美团上各种团，到了店里也不能多点，一多点这男士就说呀，北京这地儿太贵了，吃不起。最后一天呀，上午玩了玩啊，下午就回家了。回家之后，这姑娘就发信息啊，说两个人不合适啊，很不合适。男士一听就赶紧挽留啊。这女方就觉得啊，这次出门啊，就直接就看出来男士太抠了。他不是一个花钱很大方的人，但是也绝对不能这么算计吧。男士就解释说呀，自己过日子这不都是精打细算吗？我一个月6000的工资，还了贷款还剩了不到4000了，除了生活费，我也不得多省省嘛。俩人就这么谈着谈着，他懵了啊，闹了一天啊，找我理论，要我给断案。从目前的现状来看啊，男方只是省的比较多，并不是抠啊，这确实和个人能力以及消费习惯有关系。你让月薪几千的人突然去享受月薪几万的人的生活，他适应不来啊。女方你要么权衡男士的这个人品、工作、性格等等，再看看自身的条件，对吧？再去确定两个人合不合适。另外呀，给个建议啊，旅游这事儿啊，很多人都会吵架，谁出钱听谁的，你不满意自己出钱安排嘛，两人都开心啊，不要自己不想出钱还得埋怨着别人，这事啊就有点不太地道了。也送男士一句话啊，有句话叫做骑着自行车去酒吧呀，该省省该花花，只要对方要求不太过，咱也互相理解。最后啊，鞋合不合适脚知道，你多磨合舒服了才能走下去啊。哎呀，别磨出泡了还得硬磨呀，对不对？今天周末来相亲的人可多了，我差点没让一对单身男女给气过去啊。有一位25岁的姑娘，上个月就来找对象了，人确实很漂亮，外貌绝对在7分以上。做策划的她找对象就有一个点，颜控，就是喜欢那种又帅又成熟又稳重还有钱的。介绍了好几个都看不上啊，不是觉得人家个子矮，就是觉得长得丑啊，要么就是不太会打扮的。好不容易啊，有一位男士27岁，在事业单位工作，长得很帅啊，父母都是医生，这家庭条件也好啊。这姑娘觉得还行，想见面认识看看。给这男士啊看了这姑娘照片，他也很愿意，毕竟人姑娘长得也好看啊。昨天晚上两人就约着啊，一起去吃了个火锅呀。两人在前面聊的都很好，很开心啊。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自己的兴趣优点这些。男士就跟这个姑娘说呀，自己性格是比较属于那个沉稳，脾气也很温和，平常喜欢运动啊，经常去健身房，也特别喜欢研究美食之类的。完了啊，他就问这个姑娘，哎呀，你性格怎么样呀？平常都喜欢做些什么呀？人这姑娘可有意思了，说我比较懒，不会做饭，不会做家务，说平常喜欢购物，喜欢旅游，喜欢看剧，喜欢睡觉等等。这给男士听懵了啊，这些都不是优点吧？这姑娘反问啊，怎么不是啊？不做饭，比较懒，都告诉你了，这说明我不装呀，不藏着掖着呀。爱购物，爱旅游，说明我热爱生活。这回答给男士整的是一愣一愣的啊，问他平常多久出去旅游一次呀？这姑娘说，少则1年3、4次，多则1个月1次。一般工作累了就得出去旅游，看看大好山河呀，也享受一下生活。
男士吓得呀，赶紧摸摸口袋，你想的是山河大海，我看的是油和钱包啊。他就很好奇啊，你一个月月薪啊，肯定得有好几万吧？人姑娘很爽快，就5000，每个月月光基本都剩不下。给男士听的呀，那你没钱还敢出去啊？这姑娘听完就有点不爽啊。这女方跟男方出门，那肯定是男方出钱啊。她想找个同频的人，一起出去享受生活。听到这儿，这男士啊就怼了他一句啊，我也挺热爱生活的，我喜欢去阿尔卑斯山上滑雪，喜欢吃澳洲龙虾，喜欢去马尔代夫看海，还特别想坐直升飞机嘞。然后就问这姑娘啊，能否出钱也让她去热爱生活一场？这姑娘听了肯定不愿意啊，你是脑子秀逗了吧你？你出去玩凭什么让我出钱啊？男士就反问他，那你凭什么让我出钱啊？行了，这顿饭吃的表面是风平浪静，实则是暗流涌动啊。这姑娘觉得这男方太计较了，男方听了也不让啊。既然你说我计较，那火锅钱咱一人一半。说着呢，男士就去前台付了300，转身就走啊，让前台去收剩下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回去之后，这男士就失联了，这姑娘就发信息要火锅钱啊，也不回，打电话也不接了，气得他哇哇是找我呀。我就特别的纳闷啊，以前呢这人相亲都介绍自己，勤快，性格温柔，会做饭，爱干净。现在有些人相亲去介绍自己啊，比较懒，性格不好，脾气急，不会做饭，还得让人照顾，听的都以为你是天生残废啊。这种上来就摊牌，无非就是以高位自居，让你知道我就这个样子，你爱喜欢不喜欢。你让他对着身价成千上亿的人说试试，他只会说自己性格温柔，会做饭，会理财，会规划生活。另外呢，一个月工资几千的人，征婚资料展示的都是自己每年去过很多地方旅游，把喜欢旅游、喜欢购物这事儿当成自己的优点去展示，说自己热爱生活，这只会让男人觉得这个女人对生活的消费水平要求太高，婚后男人是要为此买单的。这在相亲市场上绝对的减分项，还在那美滋滋的计划着，每年跑出去浪几圈呀，短则几天，长则数周不在家。你觉得这叫做热爱生活吗？我们去相亲选择结婚对象，你一定要看对方有没有我们需要的价值，收入、职业发展、家庭背景，对方的脾气性格，哪怕是身高样貌，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价值。可你说你喜欢去旅游去购物，这些都是消费型的爱好，没有利他的价值，除非它能侧面的反映出你的家庭背景和收入状况，能证明你确实是一个有创造价值能力的人。比如说一个男人跟你说我的爱好是打高尔夫一样，每年光抽会员卡就有几十万，你会觉得他价值低吗？别人最终能不能选你是取决于你是否具有创造价值的能力，而非消费本身。你拿着几千的月薪，有着消费几万的兴趣爱好，这男人不跑才怪呢。